战池小声嘀咕：“我从4岁开始就开始练武，练了10几年，还练得不到家吗？”爸分明是偏心，妹妹一来，眼里就只有妹妹，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战远扭头瞪儿子，说道：“吃过饭后，你回公司去。今天允许你休假，是为了让你去机场接你妹妹的。”爸，既然都让我休假了，就让我休一整天。爸，我也好久没有和贝贝聊聊天，说说话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公司里还是个最基层的员工，一天不上班也没事。他也就比贝贝大了18个月而已。贝贝今年22岁，他还不足24岁，在兄弟中排第5，比大哥战木晨也就是小3岁。他也还在继续学习中，不过是边学习边工作。他爸说，战家的孩子20岁之后就可以在商界露脸了。太奶奶活着的时候，他爸以及那些叔叔伯伯都是太奶奶带着出席各种商业活动，让大家知道战家的某位少爷开始涉足生意。他满20岁后，父母参加商业宴会的次数多了起来，目的是为了让他露脸。他这个战家新一代的5少爷，由于长期在 X 省 A 市生活，管成上流社会的人都不认识他。父母带他出席活动，接触的全是这边的商贾名流。父亲在这边早就成立了公司，有了事业。母亲除了帮忙打理千寻集团之外，也有他自己的公司。他和弟弟以后是继承父母的公司。欧阳家族的事业他不去想，母亲也告诉过他，那是欧阳家的，是他舅舅的。欧阳家族的家产是雄厚，不过他父母的身家加一起也不输于千寻集团。战池更想的是，等自己再努力几年，也能有自己的事业。他爸说的，他们战家的男儿，除了协助大哥打理战氏家族的生意，还要有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事业。他累积经验后就去创业，不过父母都说了，他创业，他们只会精神上支持，创业资金，如何经营公司都靠他自己。他从小到大拿到的零花钱，过年的利是钱都存着，用来做创业资金也够了。战远还想说儿子几句的，贝贝听到父子俩的对话，连忙对战远说道：“六叔、五哥既然休假了，就让他休一整天的假吧。我们兄妹俩也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聊过天。”战远笑着：“行，那就让你五哥陪你好好说说话。”放好贝贝的行李后，欧阳雅吩咐佣人去邀请他的叔婶们过来一起吃饭。他爸已经离开他们，走得比战远的奶奶还要走。他爸是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如今他只有母亲了。母亲约了几个老姐妹出去旅游，还没有回来。欧阳家大宅里住着的长辈就是他的叔叔婶婶了。佣人马上去请欧阳雅的几位叔叔婶婶过来一起吃饭。知道贝贝过来，战远特意做了很多侄女喜欢吃的菜。他一直都负责着家里的每天3餐，因为他的老婆大人只喜欢吃他做的饭菜。2个儿子从小就跟着他学厨艺，可惜他们俩没有继承到他做菜的天分。学了那么多年做的饭菜，普通人会夸好吃，嘴巴特别挑剔的。欧阳雅是吃不下2个儿子做的饭菜。欧阳雅的叔叔婶婶知道贝贝是侄女婆家的宝贝疙瘩，过来吃饭时都给贝贝准备了礼物。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每次贝贝过来了，欧阳家的长辈都热情相待。欧阳家阴盛阳衰，欧阳俊兄弟俩目前还未婚，也不知道他们婚后能否扭转欧阳家这样的局面。欧阳雅愁他弟弟的婚事也愁得很，30出头的人连女朋友都没有催他。他说35岁再考虑，可把他的姐姐们气得够呛的。饭后，贝贝被大家围着喝寒问暖。管家这个时候走到欧阳雅的身旁，微弯腰，恭敬地对欧阳雅说道：“大小姐，龙腾集团的叶先生来了。”欧阳雅笑道：“他消息倒是灵通，快请他进来。”管家答道：“叶先生的车子就停在屋门口，已经进屋了。”叶龙庭算得上是欧阳家的常客了，欧阳家的佣人都熟悉他。
也知道他和主人家关系不一般。虽然他们也没有见过叶龙庭的真面目，不妨碍他们尊重他。很快，叶龙庭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内。战六叔、六婶，叶龙庭也就是龙庭，他进来就笑着向战远夫妻俩问好，又向欧阳家的长辈们问好，最后视线落在贝贝的身上，眉眼都染上了笑意。我还让人去机场等着，都没有接到贝贝的机，被战池抢了先。贝贝马上就推了一下自家堂哥，让战池给龙庭让个位，庭哥哥过来坐。贝贝拍了一下身边的位置，战池小声说他一来，我这个当哥哥的都得靠边站，倒也没有怨气，就是嘀咕两句。其实就算妹妹不说，他也会给龙庭让位的。龙庭是他们所有人的偶像，又是从小认识的大哥哥，一向关照他们。龙庭也不客气，径直走到贝贝身边坐下，坐下手就将手里拿着的礼物递给贝贝。好久不见，给你备了份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贝贝看了一下和猜到是首饰，他笑得有点无奈的，庭哥哥，你送礼物只会送一样东西的，这怎么行呀？以后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了，你追妻时天天送一样东西，能追到老婆才怪呢。龙庭笑道，我的确不知道该送什么，我送给你妍姐的礼物也是这样的。他31周岁过了，32岁又未满，他这个年纪放在什么时候都属于大龄青年，被催婚是当然的事。他不着急婚事，大仇未报，他都不会考虑人生大事，也怕会连累女方，眼光也高，一般的名门千金他看不上。谁叫他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妹妹，风尘集团新才不是君盛这个君家大少爷，也不是叶君博的长子叶瑶，而是君言。他从小就比哥哥弟弟们稳得住，有老大的风范，在他成长的岁月里，哪怕他的哥哥弟弟们非常优秀，还是超越不了他。有他在，他的兄弟始终逊色一点。叶君博夫妻俩是舍不得唯一的女儿那么累的，但是君言就喜欢经商做生意，又镇得住公司的老臣子们，拗不过他，只能让他接管了风尘集团，成为风尘集团新总裁。欧阳雅笑道，得亏你两个妹妹，还有贝贝都不嫌弃你总是送一样的礼物。君家这一代有2个女儿，君然和商小飞的二胎是个闺女，取名君晓，君然的君，小飞的小。龙庭送礼物给他最疼爱的这3个妹妹，真的都是一样的，而且次次都是送一样，没有变过，就像当年陆东明天天送风车给洋洋一样。龙庭有点不好意思，他是真的不知道该送什么吗？女孩子喜欢的不就是首饰或者护肤品吗？护肤品他没有了解过，所以每次给3个妹妹准备礼物都是一样的首饰，不管是君言还是君小亦或贝贝，他送的都是同款式的，觉得省事。他送的首饰也不便宜，妹妹们收了礼物就算不戴，收藏着也有价值。我表哥没有来，贝贝问起周阳，你表哥在你来之前刚好坐飞机回莞城了，他又不仅仅是我公司的副总，还是陆氏集团的副总呢。周阳成年后就边学习边跟着陆东明做生意。龙庭成年后，穆晴妈妈告诉了他的身世，知道自己背负着血海深仇，龙庭便开始他的复仇之路。他没有直接去找龙先生他们报仇，而是先跑到 H 市成立了龙腾集团，花上几年的时间让龙腾集团直追龙氏集团，又借用了养父的姓氏，化名为叶龙庭。他没有以真面目示人，整天戴着口罩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就算有人能摘下他的口罩，他还带着精致的人面皮呢。师傅告诉他，他要报仇就先搜集到足够的证据，证明是龙先生他们杀害他的父母家人，哪怕外界的人都知道是龙先生他们杀害了他的家人，但这是法治社会，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，才能将仇人送进去，自有法律来惩治他们，提醒他不要报仇心切，
先保护好自己，不要为了报仇将自己的下半生都搭进去了。叫他要先一点点地摸清楚龙氏家族现在的状况，更要做出成绩来，让人敬畏他，以后他报了仇，接管龙氏家族的一切，大家才会心服口服。虽说他身上带着家主的印章、令牌以及家族图腾，但他毕竟消失了30年，突然回来，哪怕能凭着那3样东西成为龙氏家主，也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。说不定他父母的悲剧再次在他身上重现呢。师傅还拿海玲阿姨接管凤氏家族的事做样板，让他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他背后站着那么多人帮着他，支持他，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复仇成功，将当年参与杀害他父母家人的坏人全都绳之于法的。龙氏家族的一切他能收回来，也能稳得住。龙庭成立了龙腾集团，软硬兼施把周阳拉过来给他当副总，他给周阳一部分股份。他其他方面胜过周阳，但在经商方面，洋洋有很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。龙腾集团在短短几年内能成为 H 市的大集团，让龙氏集团都觉得受到了威胁，也有洋洋的一份功劳。龙庭觉得洋洋生来就是做生意的料，跟他妹妹君言一样，属于钱袋子，最是生财有道。为了不让龙先生查到什么，龙腾集团与君家和战家都没有生意往来，但与千寻集团是有生意往来的。千寻集团是 X 省 A 市的龙头老大，谁都想和千寻合作。当年龙先生带着长子龙拓就来谈过合作的事，欧阳雅拒绝了，说龙先生无法真正代替龙氏集团，因为龙先生仅是代理家主，龙氏集团很多事情龙先生都无法自己做主，需要经过所有人同意才行。欧阳雅嫌龙先生没有足够的权利，觉得与龙氏集团合作太麻烦，所以拒绝了。当然也因为他觉得龙先生太狠，看透龙先生意图联姻，意图吞并欧阳家产业的野心。龙拓还想追求婷婷呢，打的什么鬼主意，路人皆知。还好欧阳家的千金并不是那种恋爱脑，个个都清醒得很，轻易不会接受追求。贝贝遗憾的道，长大后大家都忙，1年见不到几次面。大表哥的确很忙，一仗还挂着陆氏集团当家人之名，实际上公司是全权交给大表哥打理的了。可不是吗？1年都见不到几次面。知道你来，我撇下了所有工作过来陪你吃顿饭，等会儿就要回去了。婷哥哥也别只顾着做生意，还得给我们娶个嫂子回来啊，大家都想有个嫂子呢。贝贝笑着打去龙庭，穆阿姨经常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愁着婷哥哥的人生大事，说婷哥哥都30好几了，还不恋爱，不结婚。龙庭拿下了墨镜和口罩，他是欧阳家的常客，欧阳家的人也知道他的真正身份。在这里他可以不戴口罩和墨镜，不过露出来的脸也不是他的真面目，欧阳家的人也习以为常。龙庭不仅仅是程玲玲的徒弟，实际上是那几个老家伙共同的徒孙，他们会的都交给了龙庭。龙庭易容之术能超越他二婶宁雨辰。宁雨辰常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，暂时不想考虑我有你们这些优秀的妹妹，养的眼睛长在头顶上，一般的女孩子还真看不上眼呢。九姐呢？婷哥哥还看不上九姐吗？贝贝忽然问道。龙庭的笑意一顿，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，他呀，你婷哥哥现在无心爱情，贝贝你还小，不懂的，我都快22周岁了，不晓得了。怎么就不懂？九姐那么厉害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都看不上她的话，那普天之下怕是没有人能入得你眼了。龙庭好笑的轻点一下他的翘鼻子，贝贝，我特意过来陪你吃顿饭，看看你，给你送份礼物，你不要帮你木姨催我婚好不好？欧阳雅说到，
龙婷，也不怪贝贝都催你，你是该考虑考虑了，初九的确是个好的，跟你又有18年的情谊，你们俩形影不离的，他各方面都与你般配。龙婷无奈的道，雅姨，初九只是我的保镖，是师公捡回来陪我读书练武学医的，我和他之间。他没有说下去，